起来。小心他们接了，他们接。小心哦。哇！你看，那边超大的，嘎，坏光光了。好，我们现在要去台中出任务了。第一次就是去台中纯接单啊，快闪活动，没错， 2个小时而已。没错，对，这是 Craft Van 第一次的任务。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就是北中南，持续为各位追踪最新消息。没错没错。这记者是，因为最主要是每次我们店在台北嘛，很多中南部的朋友要起来，还是有难度啦。没错，对吧？那我们就是你不来找我们，我们就去找你啊，就这样子。哦，我都知道你们家住在哪里啊。对呀，注意了啊。对，然后也有人问说，怎么台中跟之后南部会有一场，我们可能会办这样的活动。那然后台北店面怎么都没有在接，我们有看到这样的回应。但是我们之后呢，会再规划一场属于台北自己的，只是不在6月，大家可以等一下。因为中南部真的的朋友真的比较少有机会到店里来。没错。在台北，你住在台北的话，其实可以过来啊，对不对？对，泡个茶，聊个天。对，我们还真的，对，还有准备可乐啊。对啊。那你自己喝，我们没有陪你聊天。对，没错。觉得今天会有几个人来？200-300个吧。要发号码牌，然后拉红龙，牵红龙，对，然后还要请安管嘛，不简单呢。对吧？已经有那个就是要修的那个台中朋友已经在我们粉丝团留言了。之前对，我们从3月停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开放一个表单啊，就表单目前登录到现在也就几百个吧。然后我们就是有统一公告，就像如果你是刚好在台中，那你也可以直接送过来方便。然后因为你有先登录啊，所以也会比较快修好。算是一个。那我们这是有限定，就是一次只能尽量带1双来修就好。没错。笑得比较红。对啊，因为就有朋友问说，那他带小朋友来总共3个人可以带3双来吗？可以。逻辑小偷。没问题，可以。带5个人来修5双也修。对，可以。阿公阿妈拢带来啊呢。老弟就老卡。公酒阿妈。对啊，就是如果你要的话，连邻居都拉过来也是没问题的啦。反正我们规定就是这样子嘛。是啊，没有那么死啊，对啊。对啊。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到的台中 Mojo， 这次场地很大，就外面有个大庭院。也很感谢那个 Mojo Coffee 的那个 Scott 老板 Scott。因为 Scott 他本身也是同好的。对啊。很久以前就有来我们店里。买过靴子啊，对，买过靴子。然后前阵子我们出的那个 14ers 登山鞋，他也有支持。那最近有看到他有出书啊，就讲关于创业的。对他但比较可惜啦，他就因为出书了嘛，他真的比较忙。像我们这区他也就不在，所以。但他现在其实不是因为出书了，他是他就是咖啡产地的。好像又在国外了。对，然后前阵子是忙出书，然后他每次出就是会办一些那个讲座嘛，对，他真的忙，对，跑来跑去的啊。是，那个书叫《魔之原味》，对，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如果对创业有兴趣的话，对咖啡有兴趣啊，能了解一下这个产业是怎么运行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刚才讲的创业嘛，就是他一些心路历程跟一些他创业小故事这样。那 Scott 其实真的，他是个说书人。对，他出书之前，他其实就蛮常帮一些那种，就是那个咖啡期刊那种写文章这样。懂。新竹又在赛车了。
看上次来也是啊。哪一次不是？为什么会塞啊？我要去虎口尿尿。我可以看你尿尿吗？可以。可以，有点自信啊，可以。哎，我们再1分钟就要到了。好。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了啦。那不过这个场地真的很漂亮，等一下大家看我们塞起来就知道，特有感觉啊。雨好大。对啊，所以如果今天像今天天气真的不好，等一下如果之后大家看到这个影片，刚好在台中，也可以去 Mojo 喝一下咖啡。这个要干嘛的？这个要改筒身长度，跟它的平衡有点怪怪的。你说更高嘛？对，然后有点前倾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要换一个比较老味的根。OK，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选好了。好，然后你想要改多少高度？我想要改到正常的11寸左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例要不要调整。11寸差不多在这里，好像有点高。以比例来讲蛮高，但是如果你把折痕算进去的话，就还可以。但建议再下修一点。对，大概再变10寸的位置，差不多这里。根的话，平衡，如果我们的话是把这个拆掉，这个你想象这个拆掉之后，我们直接去校正这个皮根的厚度，这个应该是塑胶根，把这个塑胶根重新磨，对，磨这样子，因为它是往前嘛，等于说后面这里的平衡，这里都要全部磨掉，变磨这样子，还是要把塑胶根换成皮根的？看你。如果我个人使用习惯上的话，我比较偷懒，我比较喜欢把这个塑胶根直接去整，然后直接把一个根合上去，去把这个曲线做出来。好啊，这样子好像比较原味一点。OK， 那就照这个做法。款式的话比较推荐这个，因为厚度差不多。怎么样？这一款是你不喜欢吗？没有，这一款是黑色的。你想要绿色吗？不要这么骚好了。因为厚薄的话，这个会比较接近原本的感觉啊。好吧，那就这款。好，那我们就是照我这个引笔线的地方去整之后，把这个直接合上去。主要是不要让它前倾就好。可以 ，OK， 完全没问题。好，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客人带来改造的这双工程师靴。这双靴子是1940年代左右生产的，品牌是 Sears。Sears 品牌是美国希尔斯百货旗下的自有工作鞋品牌。这边我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希尔斯百货的历史。希尔斯百货于1892年设立于芝加哥，在1980年代以前是美国最大的百货零售业。希尔斯百货在创立初期以目录邮购的方式贩售珠宝和手表，后来将产品线慢慢扩大到各项生活用品。1925年开设第一家实体店面，鼎盛时期全球拥有超过3500家门市。1990年代以后，销售业绩逐年下降，在2004年时被廉价百货 Kmart 收购，但营运仍无起色。2018年宣告破产。之后，也会将这双靴子的改造过程拍成影片，同时也会放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来，我们这个活动圆满结束了。那我们刚刚啊，哇，大概有1-2个小时都在下雨。那感谢大家来找我们，因为前面大家都撑着伞嘛，可以看到照片，那个很多人都拿着伞排队在等我们。那因为现场空间有限，加上那个很多雨啊什么的，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地方，才让大家进来，然后一个一个我们去做一个现场的委托。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是紧接着到下一站是传说中的日本制鞋职人所开设的拉面店，到底哪一个是重点呢？制鞋啦，制鞋啦，毕竟我们是无话不谈，就是猫熊跟熊猫，猫熊啊，拜拜啊，哦没有啦，我们还有等一下去那个。好，然后去完那个日本职人的店之后嘛，还要改个行程去炫斗场，让大家知道说鞋子最重要的对被做成鞋面之后，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精髓所在，对那个骨髓，对，大家看吗？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楦头是什么生产制造出来的，对，就算有点小小科普一下，因为我们其实自己也很少有这个机会可以真的去楦头厂看那个楦头怎么制造的，对啊，那我甚至衣服都湿的，真的是淋雨，没有人看得出来哦，湿的，但是心是温暖的。好，这段可以忽略掉。OK， 好，好，就这样。哦，我们今天特地出外景，没错，我们看大家，我们这个无话不谈的出外景版啊，第一次，对不对？没错，对。哦，记不记得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很特殊的定制会？怎样特殊呢？就是由前日本坏子制鞋师星辰先生跟大家说我们Pioneer品牌做联名的定制鞋款。哦，我们就来到星辰先生的制鞋工作室。大家不要意外，怎么制鞋工作室看起来像个餐厅？没错，对不对？其实有点复合式的感觉。星辰先生他本身是那个冲绳宫古岛人，然后他把他当地的家乡的美味，宫古岛拉面，跟冲绳饭团，引来台湾。然后呢，在2楼呢开设的就是他的制鞋工作室，就是一个很超级复合式。1楼是餐厅，2楼就是他工作的地方。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带大家进来看一下。走。刚刚饱餐了一顿之后，真的很饱，好吃，真的。来到这个充满冲绳风味的空间，吃了道地的冲绳料理。对，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请我们的这间店的幕后的，对，我们料理长，然后跟我们的制鞋师傅来。对，我们请星辰先生出场。就是我们请星辰先生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对，青のヒーローの新メーカー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新庄光也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我想问星辰先生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从哪里学到做鞋子制鞋的技术？十何年前ぐらいにアメリカのホワイツブーツさんの方で修行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だいたい約5年ほどホワイツさんの方で、1から10までほぼ全部の工程を、学ばせていただいて、で、そこから靴が作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那之前看到那个星辰先生在杂志上面有出现过。那这个听说那个 W100、W200 都是由星辰先生自己独立制作開發的。ホワイツブーツ MFG に関しましては、アメリカにいるときに、僕の師匠でもあり今の社長のエリックさんに、日本でホワイツの靴作ってもいいですかって聞き直談判をしました。でその時に、
最初からいいよとは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が、ホワイトを超えるブーツを作るんだったらいいぜっていうので、そこからホワイトに修行プラス新しい靴を作る勉強というか、試行錯誤して、でそこでアメリカで、100ホワイトの1号機のサンプルを完成させて、でエリックに見せた後に、いいぜ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われまして、でそこから日本に戻って、で日本の、僕の、ボスでもある菊池さんっていう方がいるんですけど、その、僕のボスにも、そのサンプルを見せて、しょうがねやってみろと、何ですかね、テスト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とりあえずやるだけやれというお言葉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でそのサンプルで完成ではなく、そこから1年ぐらいかけて、他の技を、例えばベベルドウエストだったり、スキンステッチの、完成度を上げるとか、さまざまなことをプラスアルファで、最初の W100 は、搭載して、発売という形に至りました。でそこから、W100 に劣らないように、W200 っていうのもまた新しい技を入れて、なんですか、世に出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す。那我再问一下，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大特搜？ドクター・ソルスさんに関しましては、本当にたまたまなんですが、僕が、ホワイト、アメリカのホワイトにで修行している、作業というか、普通に靴を作っている時に、工場でラックの上に流れておりました。でそれを、僕いつもうろちょろしてどんな靴があるのかなって、もう合間を見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もう日常茶飯事というか、サボ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とりあえずいろんな靴を見るのが好き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中に変わったソールが貼られてあって、何これって思って、で、また師匠にこれ何って聞いたら、ドクターソールっていうブランドだよっつって、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ねっつって、へえっつって、ただ台湾で作ってる。台湾にこんなかっこいいソールを作る会社があるのっていうのから始まって、そこから一応いろいろ自分なりに調べて、こういうブランドなんだっつって、いろんなところとコラボしてる、新しい、僕の時は多分立ち上げた、結構最多の立ち上げてスタートしたばかりの時のドクターソールさんで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ど、自分なりに調べて本当にかっこいいな。でかつやっぱりそのいろ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僕もただ作るんではなくて工夫、いろいろなんか研究とか自分たちでされた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のが冬の中ではすごく胸に突き刺さっていた記憶があります。なので一応写真とかも自分で撮って残しております。刚才新人先生有提到，就是我们他那个 Honor Hero 跟我们大乐兽的 Pioneer， 我们有做一个联名款。鞋子好像有在旁边。我们这次企划其实真的是真的是很有因缘机会。这是一双有日本职人在台湾在地生产的手工靴。这个企划真的相当有趣。那有跟到的各位真的是恭喜，对，因为产量有限，这次真的是非常限量啊。那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下一波，那我们可能会另外开发新款，对。但是这是我们第一版啊，到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追踪我们的脸书资讯，上面都会有。这是真的很有趣，对。那我们等一下要去新人先生位于阁楼的那个手工鞋的制鞋小空间，没错，我们看一下有什么秘密，走。好，现在来到一个非常神秘的空间。对，不要看刚才在1楼，就是一个日式小餐馆的感觉。对，没有想到我们同个一跳，不要跳，不要跳，快点跳到1楼去。我们现在在阁楼，就是新人先生一个自己的小空间，对，看到没有？各种的制鞋机器，这里各种，就是新人先生平常做鞋的地方。对。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请新人先生呢稍微演绎一下手工鞋 forehand。这种传统制鞋流程，对，你有没有一直对？对。我刚刚都要讲对。好，现在就是来看一下星辰先生，现在正在帮我们演绎一下手工鞋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制成。那星辰先生现在正在准备一些蜡线，把那个双针的地方透过那个蜡线去穿过去。那等一下就会演绎缝沿条这个动作，对不对？
哎，那现在给大家看，这个呢是传统的手红烟条制法所使用的脚床，它是一个完整的皮，哦，然后在底部呢开一个墙出来，然后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脚床，这个皮脚床是完全服贴在楦头，所以呢它是完美的脚型。哦，这是一般那种现在大量生产的鞋子很难做到像这样完整服贴的脚床。哦，这也是手工鞋的特色之一。可以看那个主攻的支撑性，那个服贴性，可以想象那个脚踩的感觉，那个爽感啊，对不对？手工鞋魅力。那就非常感谢星辰先生刚刚就是然后看到我们那个访谈啊，然后我们演绎制鞋缝线条的过程，没错，然后也帮我们为了很饱，没错，收一下肚子。延伸服不应该这样子啊！真好吃，真好吃。对不对？哦，那个台中的朋友和外县市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 Aono Hiro， 对，冲绳、soba，跟饭团以及棒。然后当然对那个手工鞋有兴趣的朋友，更不能错过了。对，有兴趣的朋友就关注一下 Aono Hiro 的 IG， 对，然后他们的营业时间什么都在上面哦，因为他们可能会不定时休，哦，来之前可能看一下比较好。好，那感谢新人先生的时间，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没有还很饱？谁很饱？你啊，刚才吃很饱吧？对，哦，开玩笑。那吃哪个最好吃？那饭团吧。饭团。好了，我们现在已经从新城先生那边离开，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楦头厂。我们要提到，我们要去参观，就是制作我们生产我们楦头的工厂。对，让大家知道一下，说鞋子其实除了鞋面以外，那个楦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之前我们跟这个楦头厂的老板其实都是用 LINE 网络，就是电话传讯息，然后直接跟他讲我们的需求。对，都是就是用那个邮寄啊，寄我们的样品啊，什么这样往来的。这是有点像是网友见面。所以大家就跟我们一起第一次去找我们的阿强老板。对，楦头厂的阿强老板。好了，这次来到台中，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对，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即将要参访的这个地方呢，已经在台湾应该找不到太多地方来做这样的事情，搞不好只剩这么一间。就是因为随着制鞋产业的没落，这种生产链越来越短缺，然后这样的工厂也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很荣幸呢，就是有在台中找到一间可以配合我们的工厂做我们所需要做鞋子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楦头。哇，你从屁股职场拿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楦头。对，然后我们就是这次来这个楦头厂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修改我们自己本身很常用的这个 Pioneer 的楦头。我们要请那个我们楦头厂呢，帮我们把这个我们现有的 Pioneer 修成我们现在比较能常用的样子。对，更好了，把它变得是我们更能用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去楦头厂，一窥究竟。大家看一下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夕阳产业，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已经算是失传的技艺了。没错，接着看下去吧。阿强老板你好。你好。该交要啊。慢讲。好，我们这桌来就是要麻烦你帮我们改这个楦头。这。哦，对。哎呀，这个怎么好意思？
什么问题？阮想要，先甲你大家介绍一下，这头家宣头老板阿翔。领导，嘿。我们这次想要把我们这个楦头啦，我们想要宽度稍微再加宽1级，然后把这个高度呢改成鞋子用的高度。请您帮我修改一下。所谓的加一个几次被给解一线那些啦。对，今嘛就是新的其他设定其实有点窄了，虽然是 double E， 对，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宽度整个重新设定。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好事。正常这个应该不到没有 double E 了，这个是印章是盖错的，对。正常你们这个8的话，原则上我都希望是在90。那你现在做一个1旋的，对，有它口啊。对啊，那你如果说你现在改成那个做低筒旋的话，等于说这个整个形状都要做修正，直接他们一般做让修正的皮鞋的形状出来。麻烦。你当小可帮我介绍一下楦头啦，一般来做流程大概是安怎呢？流程，帮我小可介绍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好啊，可以啊。先灌几个粗配模型出来。哦，所以你射出来就是对，它等于说我们会针对你楦头的形状，用我们的粗皮的模型下去，用机器下去做那个切割扫描扫描那样啊。类似车床啊，这台类似那种楦头车床意思就对，因为现在一般都是电脑车床嘛，这个是电脑车床，它是车楦头的专用机器。所以这个原料的话，不管尺寸多大都这么大吗？还是它有分大小？有大中小。这是小，这是针对男靴的。因为我们还有分小朋友的，还有女生的高跟的都有，每一个款式都有一个粗胚的形状。所以这是粗胚形状，然后再根据楦头的形状，然后洗。对。所以一般来讲，假设现在是有楦头的情况，是可以这样做嘛？那如果客人是假设他是提供一只鞋子。要怎么操作？我们就要先抓一只楦头出来，等于说你要针对鞋子做1 on 1、1对1的，先把它 copy 出来。扫描里面吗？还是没有，直接用手工。所以你就下去视觉去看。我们有方式，因为我们第一个有像我可以拿个东西可以做个。那我现在比方说有客人要开发一只女鞋，那他会提供一只底，那最基本的我们要先给这个楦头板先抓出来。然后再来针对这个楦头板来抓这个鞋子出来。从底部往上去抓。对，一般鞋子都从底部往上抓，然后再来就是鞋头，然后整个跟的形状要跟这个底是要做符合。那头型的话，以客人需求，原则上他会要求到100%跟鞋子一模一样。那我们会灌这个头型，就是类似用那个一个，这个是遇到热水它就变成液体，然后进去的话再变成固体。就把这个头型抓出来，一模一样的，把它头型就是可以一模一样，像你们现在穿的皮鞋一样。我会把那个鞋头先把那形状先拉出来。这是什么？像纸浆还是什么吗？这个人家在做齿模的。它是遇到热水，对，类似遇到热水它变成液体，然后它冷了之后就变成固体。就是我们把这个头型就把它可以抓出来，然后再符合这个鞋子的头型，这样把整个做到一模一样这样子。纯粹都是手工技术做的，所以这个超凭经验，对，也算经验，只要很控制。这个现在很少人在做了。现在大部分都是直接拿楦头来拷贝传输，不像电脑国外开发好了，然后它直接传输过来，我们直接用楦头机器把它直接有数据化的，对不对啊？全部都数据化，这样会比较准吗？因为大部分现在开发都在国外，那国外他如果开发 OK 的话，那直接把档案直接丢到台湾来。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档案吸收，然后直接用楦头机器把它直接加工出来。那我待会可以用做给你们看。好。希望不要。好。落去等下会动的。不要小看这一台，这一台很紧张，400多万。这个吗？2组，那个扫描组这样子。我们还是不要第3次，这个刀是最利的。这个是。像安尼电脑安尼加加的，楦头就完成了吗？无啦，后壁还佫死个，还佫头收尾。
这种也是用手工的对了。全部都手工的。哦，这麻烦你中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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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这个要有3个工序啊。哎，等于说我们先把除膜先打出来，哎，然后再换细纱布，哎，先修形状，是修的话是把一些本来毛边比较粗的地方先用掉。机器上不是有头有尾吗？啊，等于说去头去尾。哦，我会头个不一样的哦。修元素呢，不然你鞋子再攀的话会轮会不啦。啊，对，现在是第2道砂纸。对。一般像我们在做固特异的鞋子啊，后面会要求加铁片。对，那个起码马博良那者啊，也是有啦，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做一些模具啊，我都有铁片的模具在啊。有时候最少都要有3道手续啊。所以呢，逐箱先混好拢爱安尼一箱滑。对啊。对啊，然后人客就差不多。几大箱都买一箱。对，啊，种纯手工的物件，啊，都是抓技术，就弄技术纸的啦。哎呀，就这样子，大概有一个成品就这样子。对。那今天感谢阿翔老板，就是不给我们那个分享，真的这个很少能亲眼看到这样子被制作的过程。像我们家的不管修鞋或制鞋的楦头，就是这样做出来的。那也偷偷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即将有新鞋要发售，就是用阿翔老板开发的这个楦头来生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好，感谢阿翔老板。不会，谢谢。那我们刚刚从那个阿翔老板那边结束了，那你觉得他那边最好玩这样是哪一个？最有趣的环节哦。最有趣的环节应该是看那个机器啦。你说那个几百万那台机器？对，他就是把一个，可能放松手了，有点疯狂。有点疯狂。对，还要回家。就是把一个很大颗的塑胶圈，就是没有任何形状塑胶圈，就基本角的形状塑胶圈，然后去在里面雕刻成我们要的那个形状。他在那个电脑那边输入一些数据之后，先扫描过后，然后就搅一搅出来了。他其实赚钱蛮好赚的。那个前面也要投资很多钱啊。不过说它这个虽然说机器是这样走，但是因为你个人还是要有非常有经验，你才有办法去操控这台机器啦。有啦，其实后半部的 finish 那真的很靠经验。就加工，你要看那个鞋型，你要看那个楦头要怎么走，有没有符合正常人可以穿的那个角度。那通常啊，其实第一次修完之后还不一定符合，就是不管是品牌还是工厂的需求。通常还有可能要修第2次、第3次。那都是看那个师傅的经验了。那你经验越好的话，你修改的次数就越少。是。对，那像我们的楦头，不管我们的Pioneer的那个楦头，就是我们很受欢迎的Pioneer的楦头，就是我们做天天觉的那个楦头了。然后或者是我们即将要发售的新鞋子的楦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全部都在阿翔老板那边做。对，就是。那这次很开心终于跟阿翔老板见到面，网友见面会嘛。其实阿翔老板蛮好聊的。对，大家看那个他对答的方式就知道说，因为那都从只能讲电话嘛，就是他可能是个有趣的大哥，结果本人比想象中还有趣，还健谈，真的。没错。对啊。那我们这次台中，我们也带了非常多的要修的鞋子回去。大家那个下大雨还这样子来排队跟我们休息。没错。所以我们中间呢就会有一双鞋子，我们就会展示给大家看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频道里面会有一双鞋子，那个是我们从台中带来的，就我们会修给大家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一支影片的成果啦。那接下来我们除了台中场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在南部，对，南部会有一场。那资讯的话我们都还不确定，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粉丝专页上面的。应该是确定在南部啦。对，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K， 那就下一场见。